白银一夜暴涨2%，黄金却几乎纹丝不动，稳稳守在4664。一个狂飙，一个装死，金银比价被悄悄压到了67。这一次突然发力的是白银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轮白银的猛拉，到底是贵金属全线上攻的发令枪，还是高位派对上最后的疯狂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，星期五。我们照例回顾隔夜的美盘，把周四这一夜金银两个市场的故事一层一层讲给你听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一句，我说的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者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手里每一分钱怎么动，最终都得由你自己拿主意，盈亏也得自己承担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行情本身，黄金隔夜几乎原地踏步，收在4664美元，微涨0.23%，而白银才是主角，单日大涨2.07%，收在69.43美元。第二，最大的驱动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路从4.74降到4.64，利率往下走，给了不升息的金银一个集体上涨的底气，而资金这一次明显偏向了更便宜、更有弹性的白银。第三，最需要盯住的一件事，今晚美联储最看重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，加上美联储主席的公开讲话会同时登场，这是今晚的胜负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盘面感觉，周四这一夜，黄金和白银走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叉。黄金这边是一副我稳住就行的姿态，全天在4650到4670这个窄窄的箱子里横着走，涨跌都不到0.3个百分点，几乎可以忽略。可白银完全是另一副面孔，从开盘就往上顶，一路把2%的涨幅结结实实的拿了下来。你可能会问，同样是贵金属，为什么今晚差别这么大？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一层层拆开的核心。这里我想诚实的跟昨天做个回顾。昨天我在这里给的判断是，黄金4650，只要守住，那就是洗盘，不是反转。真正翻空要看放量跌破。结果这一夜，4650不但守住了，金价还小，不顶回了4664。同时我提过的那句，白银要带量站上69.5才谈得上接棒，今晚也真的兑现了，白银一举收复了69.5，甚至盘中摸到了70上方。所以昨天埋下的这个伏笔，今天落地了，这一棒白银接住了。我们先把黄金这条线讲清楚。周四黄金收在4664美元，比前一天微涨0.23%，日内高点4664，低点4653，波动幅度很小。你把它放到大格局里看，就更清楚了。它现在稳稳站在50日均线4217以及200日均线4593的上方。这两条线，一条代表中期趋势，一条代表长期趋势，价格在它们上面，说明多头的地基还很牢。那为什么今晚黄金不涨了呢？我给你一个生活里的比喻，黄金前面涨得太急太猛，就像一个人连续爬了好几段陡坡，现在气喘吁吁，需要在半山腰喘口气，擦擦汗。这种在高位横盘，不跌也不猛冲的走法，我们叫它高位盘整。它本身不是坏事，买家没有夺路而逃，卖家也没能把价格砸下去，双方在4650这个台阶上僵持。看多的人会说这是蓄力，是给下一次冲4700做准备。看空的人会说这是见顶前的滞涨，冲不动了。这两种读法今晚都还没有被证实或证伪，得等今晚的数据来给答案。从盘面的细节看，周四这一整天的主动权其实还在买方手里。你注意一个细节，金价全天的低点也就到4653，
连4650这道台阶都没真正跌破过，说明每次一往下探，下面就有人接盘，不让它掉下去。这就是所谓支撑有效。卖方虽然三番五次想把价格往4700下面压，但也始终没能把这块地基砸穿。这种上有顶，下有撑的僵局，本质上是一场多空的耐心比拼，谁先扛不住，价格就往谁的反方向突破。就黄金本身而言，只要它继续稳稳站在4650上方，短线的天平就还是偏向多头的。好，重点来了，今晚真正的主角是白银，它单日跳涨 2.07%， 收在 69.43 美元，而同一时间黄金才涨 0.23%。 这么大的差距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它，叫金银比价，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。前一天这个数字还是 68.4， 周四一下被压到了 67.17， 这个数字变小，说明白银涨得比黄金快，白银在追赶黄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就得说白银的双重身份了。白银一半是避险的贵金属，跟着黄金走，另一半却是工业金属，光伏、电子、新能源都要用它。所以每当市场情绪从只想抱着黄金避险，转向愿意承担一点风险，去搏弹性的时候，白银往往就会突然发力，后来居上。我常打的比方是，黄金是稳重的大哥，白银是那个更冲、更能上蹿下跳的小弟。大哥先领着涨了一大段，等行情走稳，大家胆子大了，小弟这种高弹性的品种就开始补涨，开始接棒。今晚的白银演的就是这出接棒的戏。这里再多说一句，白银这个工业属性的分量，因为它是白银和黄金最不一样的地方。黄金90%的需求是投资和央行储备，工业用的很少，而白银差不多有一半的身家是被光伏面板、电子元件、新能源这些实实在在的工厂消耗掉的。这意味着白银的价格里既有一份跟着黄金避险的金融属性，又有一份跟着经济景气度走的工业属性。所以每当市场对经济不那么悲观，风险偏好回升的时候，白银这半个工业金属的身份就会被点亮，涨得比纯避险的黄金更起劲儿。今晚的这波补涨多多少少也有这层味道在里面。那这轮补涨能不能当真？我们两面看。往好里说，白银站上了 69.5 这个前期反复被挡的关口，动能确认。如果接下来还能收复上方的200日均线 71.78， 那就是全线上攻的实锤。可往谨慎里说，白银这个品种向来是涨得比谁都快，跌得也比谁都狠。它今晚冲得越猛，一旦黄金那边的多头信心动摇，白银的回撤也会被放大。所以白银的这口气能不能续上，关键还得看今晚黄金稳不稳，以及待会儿要讲的那个大数据。说完了金银本身，我们把镜头转向背后真正在推动价格的那只手，利率。今晚金银能一起走强，最直接的功臣是美债收益率的回落。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一周从 4.74 一路降到了 4.64， 别小看这 0.1个百分点，它对黄金白银的影响是实打实的。我一步步给你讲这个传导链条。黄金和白银有个先天缺陷，你把它们放在保险柜里，它们不会像存款那样给你生利息。所以当美债这种无风险又给利息的资产，利息高高在上的时候，大家就更愿意去拿美债，金银就显得没吸引力，价格承压。反过来，一旦美债收益率往下掉，持有金银的机会成本就变小了，反正存钱的利息也没那么香了，那我不如拿点不生息但能保值的金银。这一周收益率的持续回落，等于悄悄给金银松了绑。我再用一个更接地气的比喻帮你记牢，你可以把美债的高利率想象成银行给你的高额存款利息。利息高的时候，你把钱存银行，天天生钱，谁还愿意去买一块只会安静躺着不下载的金子？可一旦银行利息一降再降，存款不香了，那块能保值，
还能避险的金子，吸引力立刻就回来了。这就是收益率下行利好金银的核心。而且利率下行往往还伴随美元走软，美元一软，以美元计价的黄金白银对海外买家来说就相当于打了个折，变便宜了，需求又多一层支撑，收益率往下，美元走软，这两股力量叠在一起，就是今晚金银能同步走强的最底层逻辑。当然，光有利率还不够，还得配上一层避险的底色。这就要提到那个已经持续了大半年的地缘变量，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。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从今年2月就开始不太平，到现在始终没有彻底平息。它给原油和黄金都垫了一层地缘风险溢价。你可以把这层溢价理解成一份以防万一的保险费。只要这个火药桶还在冒烟，全球资金就总愿意在黄金里留一份保命钱。这也是金价能在这么高的位置还站得住，回调总是有人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今晚没有新增的突发地缘事件，但这层底色一直都在，是金银下方一块看不见的垫子。再往上一层，就是所有贵金属投资者都绕不开的美联储。最近市场的风向很清楚，一批偏软的经济数据出来后，市场对美联储在加息的压注明显降温。大家的目光开始从会不会再加息转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降息。这个预期的转变对金银是长期的利好，原因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，金银不升息。当利率见顶，甚至要往下走的时候，持有它们的成本就下降，它们的相对吸引力就上升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只要冒出一点利率要松，通胀在降温的信号，金银就容易被资金追捧。这里我要专门提醒你一个新手最容易踩的老陷阱，叫买预期，卖事实。什么意思呢？市场是一种很爱抢跑的动物，它会在降息真正落地之前，就提前把要降息这件好事一路买进价格里，等到降息真的靴子落地那一刻，利好反而出尽，前面赚了钱的人开始集中获利了结，价格不涨反跌。历史上这种见光死的情形并不少见，所以越是临近9月中旬那场备受瞩目的议息会议，我越希望你留个心眼，别把降息当成稳赚不赔的提款机。行情往往在你最一致看多的时候，藏着最大的反向波动。看完基本面这些推手，我们回到图表，做点技术面的功课。先看黄金，黄金现在的关键位很清晰，下方第一道支撑在4650，这是这2天反复被测试，又反复守住的近期台阶。只要它不破，短线的多头结构就还在。再往下的深支撑是200日均线4593，那是多头真正的生命线。一旦放量有效跌破，性质就变了，得往4500去看。上方呢，第一道阻力是4700这个整数关口，它已经连续几天把金价挡了回来。再上面还有4740这个前期高点区，只有带量突破，才算真正打开新高的空间。再说说黄金的动能，我们看它的 RSI 指标，今晚黄金的14日 RSI 大约在 70.7。简单解释一下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一把尺子，数值越高说明买盘越亢奋，越接近超买，越低则越接近超卖。通常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黄金现在踩在70的超买门槛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前期那波急涨累积的透支还没完全消化，短线继续横盘，甚至小幅回踩来洗一洗的空间是存在的。这也正好呼应了开头那个问题，黄金 RSI 还这么高，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今晚上攻的不是它，而是 RSI 还留有余地的白银。那白银的技术面又是什么样？相比黄金，白银的位置更微妙，也更有看头。它今晚强势收复了 69.5， 把这个前期的天花板踩在了脚下，短线支撑因此上移到68一带。它头顶最硬的那道坎是200日均线 71.78， 这条线白银至今还没能收复，是它能不能从跟涨升级成领涨的分水岭。
只有带量站上并站稳71.78，白银的这轮补涨才算真正名正言顺。再看白银的动能，它的14日 RSI 大约在 65.5， 处在中性偏强的区间，还没有进入超买，这一点特别关键。白银 RSI 才65，黄金 RSI 已经70，一个还有上冲的余地，一个已经透支，这恰恰是今晚资金从黄金流向白银，白银突然发力的技术注脚。当然，硬币的另一面是，白银是出了名的高弹性品种，涨起来一日千里，翻脸也快，越是冲得猛，越要防着一旦风向变了，它回撤起来同样凶狠。讲了这么多方向，我必须把风险这一节单独拎出来，认真跟你说几句。你要清楚，黄金正处在历史高位区， RSI 又贴着超买边缘，这种位置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把回踩放大。而白银作为高贝塔的品种，涨得比黄金猛，真到了回调那天，它往往也跌得比黄金狠。所以无论你现在是持有还是观望，都请务必保持谨慎，管好自己的仓位，别被单日的暴涨冲昏了头。市场从来奖励的是冷静的人，越是行情火热，越要保持冷静，把风险放在收益前面想。好，最后是大家最关心的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，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块，帮你既看清眼前的这盘棋，也看清远处的那个大势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今晚最大的胜负手是美联储最看重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，叠加美联储主席的公开讲话，两个重磅一起来，数据够软，口风偏鸽，金银就有底气继续上攻，黄金去挑战4700，白银去扣关 71.78， 反过来数据偏高，口风偏鹰，降息预期降温，黄金可能回踩4650甚至4593，白银作为高弹性品种回撤会更急。短线的关键位我再念一遍，黄金守4650，破4700，白银守68，破71.78。再往后，下周五还有8月的非农就业数据，9月中旬还有备受瞩目的美联储议息会议，一场接一场，都是变盘的引信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的维度，支撑金银的那几根大梁其实一直没变，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入黄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，美国高企的债务，再加上利率见顶，实际利率往下走的方向，这些都是慢变量，但方向一旦定了，就很难在短期内逆转，所以我的长线判断依然偏多。你会看到短线和长线可能打架，短线因为高位和超买要防回调，长线的大趋势却依然向上，这种短线谨慎、长线偏多的分歧本身就很正常，也很有价值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白银这轮猛拉，到底是全线上攻的发令枪，还是最后的疯狂？我的判断是更偏发令枪，但还差最后一道确认。理由有3，白银 RSI 才65，没超买，说明它还有余粮。金银比价在压缩，是典型的资金轮动，补涨节奏，利率又在往下走，给了全线上涨的土壤。真正的实锤是白银带量收复 71.78， 同时黄金放量突破4700，而如果反过来，白银冲高回落，跌破68，黄金又丢了4650，那这轮就要当成高位最后的疯狂来防。送你今天的一句话，方便你记住我的核心判断，别只盯着黄金，这一棒轮到白银接。最后也想听听你的，今晚核心 PCE 公布之后，你压白银继续领涨，还是黄金重新夺回主导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再次郑重提醒大家，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贵金属波动剧烈，任何决策都请你独立判断，盈亏自负，务必保持谨慎，看好自己的钱袋子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
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金银解读你都不会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